多肉度夏是存亡的关键，这个是每位肉友都知道的常识。可以这么说，99%的肉友都在夏季吃过亏，所以今天就系统的梳理一下多肉度夏，特别是新手肉友，学会了让你少走很多弯路，也会让你提升养多肉的信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多肉的原产地也很热，为什么夏天多肉还是容易死亡，让我们年年收空盆呢？其实这与多肉夏季休眠有关，休眠是指由不利环境引起的生命活动暂时停滞的现象，当环境条件变好时，能立即恢复继续生长。那么为什么夏季休眠容易死，冬季休眠却没事？有哪些多肉在夏季休眠？夏季休眠时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说说多肉度夏的心得。看完后，多肉不会死，节省很多钱哦。夏季休眠与冬季休眠的区别，有人可能会想，夏天休眠和冬天休眠还不是一样，不施肥减少浇水就行了。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，夏季休眠和冬季休眠在养护上的难度是天差地别的。首先，冬季休眠时大体上可以统一管理，即使该植株没有进入休眠，而提前断水迫使它休眠也没多大危害。若已休眠又给它浇了一次水，那只要注意保温也不会有多大问题。但夏季休眠期间的管理要复杂得多，由于种类不同，各栽培地区气候不一，很难统一确定哪个属的种类在什么时候进入休眠，只能靠栽培中仔细观察积累经验，这点就和冬季休眠大不同，所以风险就大大的提高很多。夏季时，如果多肉还没有进入休眠就提前断水，因气温高，蒸发量大，有可能枯萎。而对于那些在休眠期完成新老叶交替的种类，如果像冬季那样提前断水的话，就会影响新芽分化，并迫使老叶提前枯萎，这会影响新老交替，使整个植株死亡。相反，如果植株已进入休眠，我们还继续给它浇水施肥的话，那就会引起腐烂。所以夏季休眠要掌握每一株是否进入了休眠期，才是夏季养护的成功法宝。另外，多肉度夏还与它的种型有关，首先要弄清它是属于冬型种、夏型种还是春秋型种，之后再根据其习性差异化养护。下面就介绍一下不同种型在夏季的管理方法。不同种型区别对待。一、夏型种多肉植物的夏季管理。关于光照，夏型种多肉植物应给予充足的阳光，如果光照不足，不仅植株徒长，还会影响开花，对于仙人掌科、大戟科等呈柱状或球状的品种，会使肉质茎突然变细，严重影响品相，而且一旦出现，很难恢复成原来的状态。对于观叶类多肉植物，则会造成株形松散，叶色暗淡，特别是某些叶色呈红色或叶面上有花纹、白粉的品种，肉质叶还会变成绿色，叶面上的花纹或白粉减少，甚至消失。因此，最好将植株放在室外光线充足、通风良好处养护。但对于某些娇嫩的品种，在6月至8月，仍要避开中午的强烈直射阳光，以免强光灼伤表皮。而长期在室内摆放或其他光照不足处栽培的植株，也不要突然拿到强光下，应先在半阴处养护一段时间，再搬到光照较强处，让其对环境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。关于温度，夏型种的多肉植物虽然喜欢高温的环境，但夏季温度持续高于38摄氏度以上时，也要注意通风降温。温室的植株则可将温室四周的塑料薄膜打开，以利通风降温，顶部仍要留塑料薄膜以防止雨淋，并在塑料薄膜上搭盖遮阳网，以利于降温。如果有条件，还可在花房安装换气扇或电风扇，以加强通风，避免因闷热潮湿引起的植株腐烂。对于一些名贵的品种，还可在盆土表面铺设白色或浅色石子，以反射阳光，避免盆土吸收过多的热量。仙人球在阳光直射下能促进球体生长，多孕育花蕾，但夏季烈日暴晒对仙人球就不利了。这时可把球端到走廊下或窗台上，以免球体被烈日灼伤。关于浇水，对于正在生长的夏型种可充分浇水，但不能积水，雨季应注意排水防涝，以免因土壤积水造成烂根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处于生长期的多肉植物虽然耐干旱，但并不喜欢干旱。若生长季节长期缺水，植株虽不会死亡，但生长极为缓慢，甚至停止，其品相也差。因此生长期必须给予充足的水分，浇水时间以清晨为佳，傍晚也可以，但要避免中午高温时浇水。这里特别要说说仙人球的浇水方法。夏季正是仙人球生长旺季，需水量也逐日增多，需要勤浇水。浇水宜早晚，因为早晚气温较低。炎热的中午千万不要浇过凉的水，由于球体长时间受强光照射，球表面温度升高，如浇过凉的水，容易造成球体灼伤。如中午盆土过干，要用跟周围空气差不多的水向盆面喷水，盆面稍湿润即可。如喷水过多，盆内热泥也会烫伤球的根部。喷水时不能向球的顶部及嫁接部位喷水，以免造成顶部凹陷以及嫁接部位积水腐烂。关于施肥，夏型种多肉植物在生长季节可根据品种的不同，每10至15天施一次腐熟的稀薄叶肥或低氮高磷钾的复合肥。新栽的植株1个月内不要施肥，长势较弱的植株也不要施肥。对于大多数多肉植物来说，可每半月施一次肥，生长缓慢的品种也可每月施一次，有些生长极为缓慢的品种甚至可不用施肥。施肥前几天不要浇水，等盆土基本干燥后，先在头天松土，再在第2天施肥，以利于植物根部的吸收。由于除仙人掌等个别品种外，大多数多肉植物根部的渗透压都很低，肥液的浓度一定不要过高。肥料的种类要根据植物的品种和生长阶段的不同而选择。一般小苗期叶片呈绿色的多肉，但肥施用量可稍多一些，而处于花芽分化期和开花结果期以及植株呈球状、柱状、叶色未红、黄或其他非绿色的品种，应多施磷钾肥，茎干状多肉植物则要多施钾肥。所用的有机肥可选择加水发酵的豆饼、芝麻饼以及鸡、鸽粪、谷粉等，无论何种肥都要充分腐熟，并加水稀释后才能使用。无机肥中的尿素、磷酸二氢钾、过磷酸钙和市场出售的各种复合肥、专用肥也可在植株生长旺盛时使用，但浓度要低，次数要少，否则会造成土壤板结，影响植株生长，反而得不偿失。但未经腐熟的蛋壳、豆浆、鲜牛奶等以及含盐分的肉汤、骨头则不可使用。施肥时注意不要把肥液溅到植株上。2. 冬型种、春秋型种多肉植物的夏季管理。关于光照，冬型种多肉植物夏季基本停止生长，要避免阳光直射，但也不能放在没有光线的地方，否则可能造成土长，影响品相。建议放在西南方位的窗台或无阳光直射的照亮处，注意通风。关于温度，多肉植物的原产地虽然在炎热地带，但若是温度持续高于35度，也要注意通风降温。如果是家庭种植，则应当放在室内，并保持空气流通。在家时可以将窗户打开，无人时也最好将窗户留出缝隙。此外，在花盆土层的表面铺上一层火山石，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。关于浇水，多肉植物最忌积水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种植者会觉得土壤中的水分很快就干，于是经常浇水，导致根部长期潮湿而腐烂，难以回天。其实夏季空气湿度大，虽然看似土壤表面已经干燥，但底部仍未干透，南方地区更是如此。对于冬型种多肉植物来说，夏季应该严格控制浇水，持续35度以上可以考虑断水。即使浇水，也仅使用压力喷壶打湿土表，避免将水珠洒在叶片上。若有明显的水珠在叶片残留，应当将其吹散，以免水珠聚集，强烈光线灼伤叶片。对于番杏科生石花属、肉锥花属、风铃玉属、春桃玉属、对叶花属等叶片极端肉质的品种，在5月上中旬还可稍微浇点水，6月以后就要严格控制浇水，甚至可以完全断水，以免造成植株腐烂。度夏总结。总之，要想自己的多肉植物安全度夏，在弄清了自己的多肉是属于冬型种和春秋型种或者是夏型种之后，区别对待。
冬型种和春秋型种的多肉植物入夏后就开始休眠，这类植物是需要重点呵护的对象。夏型种的多肉虽说照常生长，但也要注意避免中午太阳直射，高温天气保证通风和降温，浇水时防止水分积聚导致烂根。总之，为了肉肉们健康地熬过夏天，除了细心观察、悉心照料，还有很多功课要做。对于无法知道冬型还是夏型的多肉植物，只要遵循避烈日、控浇水、保通风的3要点，也可做到万无一失。夏型种植物为冬季休眠，冬型种植物为夏季休眠，春秋型植物为春秋2季生长明显，严冬酷暑不同程度休眠。当给休眠植物浇水的时候要适量，并不要灌进生长点。对于有绒毛、白粉、高度肉质化的植物，不要喷淋。特别注意，因各位栽培土质、栽培场所、温度、湿度差异，所以种植方法需要各位自行调整掌握，不可照搬。常见多肉植物的种型总结。以上就是多肉度夏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